小姑子的婚宴上，我被众人拱上了台，大家催我讲讲10年婚姻如何保鲜。我看一眼新娘小姑子微微隆起的小腹，又笑眯眯地看向忠厚老实的新郎，决定讲讲我是怎么发现老公出轨的。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小姑子婚礼前一天，邻居发了一张停车罚单的照片给我。10月2日那天我没用车，我给孙世俊打电话，你违停了，收到短信没？没有，在开会，先挂了。自从年前去了新公司，他忙得脚不沾地，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开会。他妹妹孙时月的婚事忙活了1个多月，都是我一个人操办，订婚宴、挑婚纱，连化妆师都是我找的。婆婆逢人便夸我，淼淼这孩子办事我放心。再说她也有经验。我与孙世俊的婚礼筹备已是10年前的事了，也是我一个人撑下来的。那时我的准婆婆笑呵呵地说，我们上年纪了，不懂这些，由你们年轻人做主就好。其实只是不想出钱出力罢了。孙时俊娶我时无房无车，彩礼也拿不出来，我父母开明，你们以后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就行。后来房有了，车有了，也没红红火火。他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薪资、职位都在水涨船高，只是也越来越忙。10年婚姻，前5年我们都在打拼，后5年他打拼。我丧偶时带娃，除了带儿子，还得管小姑子的一箩筐破事。婆婆说，长嫂如母，你看你到我家就不会有姑嫂问题。我如母，那您呢？筹备婚礼弄得我一脑门官司，处处都是用钱的地方。再看一眼那张罚单照片，我更气。我以为是消息延迟，所以登录12123查看，没有违停记录，倒是有几个违章，其中10月2日的违章，主驾副驾都没系安全带，副驾是个女的，我不认识。我又看了一眼违章地址，地址不是本市，是隔了300多公里的湖滨市。我努力回忆了下他那几天的行程。10月1日他出差去了平阳市，10月6日才回来。平阳市距离本市600多公里，和湖滨市一南一北。我第一反应就是他撒谎了。我起身往厨房里走，经过时撞到桌角，疼得我眉心直跳，微微颤抖的双手暴露了我此刻有多慌乱和不安。他没必要撒谎，一定是我记错了。打开厨房壁柜，里面还整整齐齐地放着几盒未拆封的酥皮点心，那是平阳市的特产。我没记错，他确实说去了平阳市。孙时俊有个习惯，从我们谈恋爱时就这样，无论他去哪儿都会顺手给我带一些当地特产。那时天真浪漫，他说什么都是这世上最动听的情话。淼淼，这次是带特产，下次就是我们一起来了。他去过的那些地方，我后来也没去过。婚后我们一起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距家30多公里的野生动植物园。我重又回到餐桌前，坐下去时感觉全身脱力发抖，像要生一场大病似的。孙时月的语音滴滴作响，我才如梦初醒。已经过了大半个小时，他问我，嫂嫂你出门了没？我一边回他一边换衣服下楼出门。他的婚礼彩排了好几次，婚庆公司已经烦不胜烦，这可能是他们接过最费劲不好搞的一单。上次彩排因为孙时月又提无理要求被拉黑了，我现在被夹在中间，两头都一味地催我。只是此时我真的毫无心情，连出租车司机都看出了我的情绪不佳。
车还没到地方，司机停在了路边。姑娘，下车透透气，咱们再走，人生路还长着呢，不着急。一脸和善的中年人同情地回头看着我，我跌跌撞撞地下来，哇的一声吐了，脑子清醒了点。我想起那个女的，我好像见过。我和孙时俊大学相恋，打破了毕业即分手的铁律。刚毕业我们就结婚了。我父母对他不是很满意，父亲早逝，母亲也没有工作，还有个在读中学的妹妹，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全家的担子都在他身上。我父母一眼看透了我们未来的生活必定处处掣肘，他们不是嫌贫爱富的人，但也不想我以后吃苦。是孙时俊拍着胸脯跪在地上发誓保证，我会给淼淼一个最幸福的家。这10年，我们的生活确实不断在改善。抛开家庭生活中的鸡零狗碎，我也以为嫁给了爱情。虽然他恋爱时说过的很多话都没有兑现，淼淼，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有做自己，婚姻只是让我可以名正言顺地保护你。女孩子当然也应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我要满足婆婆的各种莫名其妙的规矩，要身兼母职，照顾小姑子的情绪，要自己带孩子。深夜孩子哭醒的时候，老公只会睁着惺忪睡眼，一脸抱怨。我明天还要早起出差，我只能悄无声息地抱着孩子去客厅哄睡。明明我也是需要早起去上班的，就像现在，我要忍住要爆发的情绪。孙时月又在挑刺婚庆公司搭的花顶不够华丽，准新郎江童一脸尴尬地陪在他身边，大气不敢出，只求救地看向我。他还要问我，嫂嫂他们太敷衍了，尾款别轻易给呀。尾款，我面不改色的只听不说。他非要把一桩喜事弄得一地鸡毛，是他自己的事。以前我可以忍忍，以后不忍了。孙家媳妇这个身份，头一次让我有了反胃的冲动。回到家已经凌晨，孙时俊早睡得鼾声大作，手脚张开占了大半个床。我在黑暗中看着他，只觉恶心，像吃一碗喷香的馄饨。最后一口才发现碗底躺着死透的苍蝇。我咳嗽了一声，朝他枕边伸手轻晃了下，没有任何反应。我拿了手机，蹑手蹑脚地去了客厅。密码130848，正确。孙时俊一直不知道他的密码，我一清二楚。结婚头几年，我还3不5时查岗查手机。后来日子乏善可陈，也没了查的必要。我先查看了他的微信，除了和亲戚、同事、朋友的消息，没发现什么可疑的聊天记录。我琢磨了片刻，打开运营商的客户端，查看10月2日当天的通话详单。孙时俊有个习惯，喜欢打电话。他总说微信发消息打语音麻烦，不如电话沟通起来利索。我想他们之间总会有通话联系的时候。从10月1日看到10月6日，发现了几个可疑号码。我几乎是颤抖着微信逐一添加好友，还不时要停下来屏住呼吸，听他的鼾声停了没。10几个号码加到最后几个时，嫌疑对象出现了。对方是他的好友，他只是删除了聊天记录，却没删微信。对方的昵称叫甜豆子。打开对话框，空空如也。可再看看二人的头像，我心都凉透了。我不久前才调侃他头像幼稚，他怎么说？有孩子养不了狗，还不能用个狗子头像吗？孩子狗毛过敏，成了他多好的挡箭牌。一个是抱着面包的狗，一个是偷吃面包的狗。他的微信签名我也曾用过，碎碎念念要讲给有回应的人听。我是个分享欲极强的人，
看到奇怪形状的云朵都要拍下来分享给人。是什么时候我不再想要分享了呢？大概是我说街口新开了一家咖啡店，路过都要被豆子的香气征服了。他漫不经心地回我：那有什么可喝的？大概是我拍了儿子可爱的睡颜照发给他，软软糯糯，像个小包子。他隔了几个小时问我，看看我钥匙是不是落家里了。我所有有趣的事分享给他，都渐渐如同石沉大海。不知他的那些碎碎念念又是些什么呢？我看着空白聊天框，怔怔发呆，心酸委屈，如同摘了成熟的果子，欢喜地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酸涩发苦，还充满了腐烂的作呕感。我查看二人的转账记录，越看胸口越闷。前前后后持续了1年半时间，从最初的13、14到520、6666、8888，春节、情人节、儿童节、七夕、圣诞，林林总总的转账记录几十条，粗略算算也有4、5万。就算没有聊天记录，从这频繁的转账记录和特殊金额，也知道不是普通关系。我体恤他要还房贷车贷，日常家用尽量少麻烦他。如今看来，自己像个二傻子似的，他可能真的以为我傻。通讯录里大辣辣存着对方号码，备注就是甜豆子。他是真敢啊，丝毫不怕东窗事发。也或许他以为自己心思缜密，我这样大而化之的人根本不会察觉。再看他的抖音，点赞最多的也是他。我分享给他的视频统统都是未读，刺眼的一片飘红。打开甜豆子的主页，每一条视频都是隐晦的告白和暗搓搓的秀恩爱，他都点赞了。我拿出手机一一拍照留存，以防他们删干净了抵赖。逐一看完他的视频，我终于想起来为何觉得眼熟了，连带着名字我也想起来了。童月然，我那位小姑子曾经的好闺蜜。孙时月和乖巧听话沾不上边，我婚后3不5时就要被叫去学校听老师的训话，抽烟打架。她像个问题少女，要不是成绩还行，早被退学了。她和童月然那么好，怎么不学学人家又乖又听话？这个名字我听老师提了很多次，孙时月也总提起。童月然换新手机了，特别好看，颜色绝了。童月然减肥真狠，说不吃就一口不吃。她还给我看过手机里那女孩瘦下来的样子，灵动乖巧，五官秀气，皮肤雪白透亮。只是后来渐渐不怎么提起了，印象里那是个人人都说乖巧文气的姑娘。横竖睡不着，凌晨快4点了，我索性拿了笔记本，在各个社交平台上搜她的昵称不改，连微博都叫甜豆子。我一条一条的往过看，终于看到10月初的那几天，她拍了湖滨市的著名景区，风光秀丽。她甜笑着对镜头比出一个耶，餐桌上的2套餐具，2双手入镜，紧紧牵在一起。我看得心下一片苍凉，连手指头尖都是冰凉的。孙世俊的手我一眼就认得出，他摘了婚戒，但无名指上10年的印痕却藏不住。我庆幸这2日忙着小姑子的婚礼，把孩子送去了娘家，做了母亲的人，心软得一塌糊涂。但凡孩子在我眼前，此刻我一滴泪都忍不住。可现在我却能感受到胸腔内的那颗心冷得如坚硬的石块。我去卧室拿了外套，他换了个姿势，依然睡得像头猪。32岁，他已经有了明显的啤酒肚，浑身松弛，稍微活动就满脸油汗。我很好奇，由衷的好奇，那位22岁的小姑娘是有多饥不择食，管她一口一个宝贝的叫着。
我拿走了他的手机，不到凌晨5点，我已经出了家门。还有2个多小时，我开车往婚礼的酒店走，在前台开了一间房，连上网。我把他微信的年账单下载发到了我的邮箱，因为年账单是删除不掉任何记录的，我不介意一笔一笔的对个清楚。10月2日的消费记录和他手机一一比对，女装、女鞋、首饰、手表、景区门票预订、餐厅消费一条龙，记录都是湖滨市，连那几个违章的时间地点都对上了号。再往前继续翻，酒店预订和各种房间内的消费记录也都找到了。我在预订网站上看了看，11期间酒店溢价1晚4000多。孙世俊在他身上是真舍得花钱呢，1个月往我们共同账户打的生活费也不过5000出头，偶尔需要外宿，他订的都是便宜实惠的快捷酒店。女装店里给女孩消费记录没有一次下过2、3千的。我现在知道他为何年前着急要跳槽到这家薪酬高却前景有限的公司了。接下来是查询半年的通话详单，我也一一传回邮箱。他手机里的所有记录我都录屏、拍照留存，然后我核算了他的转账记录总额。47960元。凌晨6点50分，天微微亮起，甜豆子发来一条消息：太阳起了，我也起，我是人间小甜豆。几秒后又进来一条：一会我们就见面了，好想在所有人面前亲吻你。我笑了，挺好，这画面我也很期待。7点10分，孙世月给我打电话：嫂嫂你在哪儿呢呀？我敲门，听见里面急急跑出来的脚步声，门打开，他穿着婚纱，脸上是化了一半的妆容。我哥打电话过来说找不到你，他说睡醒你人没了。我笑呵呵地看着他，不慌不忙地进门。他拿什么给你的打的？我着急过来，拿错手机了。我晃了晃手里的机子，孙世月没反应过来，他问邻居借的，说手机丢了，他没打给我。我想他此刻大概还意识不到自己暴露了，毕竟他不知道我知晓他的密码，可他一定有些心虚，所以忙中出错，借电话打给妹妹，却没打给我。我和平常一样，神色自如地帮他藏婚鞋，不时调侃2句，一会别自己拿出来，让江童多找一会儿。他笑得很大声，那个傻子，我不给他点线索，他这辈子都找不着。我希望他这会多笑笑，笑得越大声越好。既然他们兄妹都喜欢把人当傻子逗弄，那我也不介意再配合演出一会儿。这些年帮他收拾烂摊子，已经让我身心俱疲。这个盛大隆重的婚礼，我从头忙到尾的筹备，那被我一手搅和了，也合情合理。嫂嫂，你可得给我封个大红包啊，不许比我哥的少。他笑颜如花地扭头看我，我微笑着连连点头。放心，我送你份大礼。我怀孕时孕吐反应很厉害，吃什么吐什么。孙世月一开始不吭声，后来终于爆发了。你能不能别老干呕，怪恶心的，我都要吃不下去了。婆婆上来当和事佬，一边给他使眼色，一边把我的饭碗端到卧室去。他小孩子不懂事，说的话不中听，你别往心里去。过几天他又主动上来抱我，嫂嫂对不起，我就是为钱。你一干呕我也跟着想吐，转头又拉着我的手撒娇，你拿个漂亮的珍珠项链送我吧，反正你现在怀孕胖了也戴不了。他想要什么就会来撒娇，好像觉得我永远有求必应。连婆婆都习惯了把她的问题推给我，你有什么事就去问你嫂嫂，她疼你肯定帮你。但人心换人心，没有什么是我应该做的，毕竟我只是她的嫂子，不是她的亲妈。
不到8点钟，孙世俊就赶来酒店了。他一见我就急忙问我手机呢，在我这。他像是松了口气，手一伸，我还以为丢了呢。你是不是拿错了？我们俩手机同款同型号，连颜色都一样。我冷笑了一声，凑近他，童月然是吧？怎么了？着急打电话还是着急回早安？他的脸色刹那间惨白如纸，但他还在试图控制局面。明明额头的汗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还在强装镇定自如。什么童月然？你又发什么疯？电话给我，我着急问工作的事呢。我没心情陪他继续演，转头就走。别逼我在你妹妹面前删你，要删也得等人多了再删。孙世俊沉默地跟在我后面，几次三番想说什么，可酒店里都是亲朋好友，他实在不敢太明显地跟我拉扯。眼看婚礼要开始了，宾客开始陆续落座，他才匆匆地凑到我跟前来，压低了声音：淼淼，你肯定是误会了什么，一会我们回去我慢慢给你解释。好啊，我们一会回去说。我面无表情地回答他，今天是月月的大日子，你千万别闹，我们有什么都好说。大日子解决大问题，我拎得清。眼看宾客都来得差不多了，我快速地巡视了一圈，目光定格在那个坐在角落的身影上。童月然坐在最末那一桌，扎着青春的高马尾，一身小香风套装让她显得成熟了几分。悠扬的大提琴声响起，婚礼开始。孙世月挽着江童的手臂走上台去，她今天看上去格外的美。司仪一项项环节进行着，到交换了戒指之后，突然话锋一转。我主持过非常多的婚礼，也听过很多动人的故事，但是今天还是想请我们身边的人来分享下他们的幸福婚姻，让今天走到一起的这对新人现场学习一下，照着这个幸福的模板，开启他们美好的未来。有请新娘的嫂嫂上台给大家分享分享，她是如何让10年婚姻保持新鲜的。台上的孙世月愣住了，这和他昨天最后一次彩排的内容完全不同。台下宾客也有些愕然，但很快的就开始鼓掌起哄，八卦的心理作祟。我不理会试图拽住我的孙世俊，径直拿了话筒走上台去。结婚10年，从大学校园走到年过30，我想比起如何让婚姻保鲜，大家更想知道些别的。我看到孙世俊急急想要冲上台来，却被我早早叫来的朋友死死地拖住了。比如我是如何发现老公出轨的，我从那张罚单说起。该庆幸婚庆公司是我找的，钱也是我付的。更该庆幸孙世月一点脾气都不收敛，把人全得罪光了。超宽屏的投影原本是孙世月强烈要求安排的，为了播放他拍的美美的婚纱电影，现在正好用来投屏他哥哥的手机，毕竟是家丑，大家看看就好。手机收起来，别拍照，别录屏，给他留点脸。我话音落了，眼看宾客都面面相觑，却老老实实都把手机收起来了。孙世俊被我们共同的好友按住，婆婆急哭了，场面异常混乱。微信对话框点出来的时候，我眼看童月然脸白了几分，站起身来准备走。麻烦最边上桌的那位先坐下，好戏才开场，怎么能急着走呢？满堂宾客都往门口方向看，童月然满脸通红的又低头坐下。该从什么时候说起呢？我看向孙世俊，他此时如果能挣脱，大概恨不得冲上来杀了我。从我们情真意切的相恋说起，我怕自己会忍不住泪目。你的锁屏密码是我们结婚的年月和宝宝的生日，你说我该夸你深情呢，还是该说你蠢？转账记录在大屏幕上滑动，
1年半的时间里，大小节日他都在勤勤恳恳地转账，虽然没有任何备注，但1314、520这样特殊的金额胜过千言万语。这就是我结婚10年的老公，连一束花都舍不得买给我的人。我目光灼灼地看向童月然的方向，他低垂着头，大概恨不得此刻自己是个透明人。47960元，1分不少，请你赚回来。我好笑地看着站在台下的婆婆，她恼恨地瞪着我，嘴里咒骂着。孙时俊已经放弃了挣扎，垂头丧气地趴伏在桌上。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受瞩目的时刻了。半年的通话详单显示，你们每个月至少要打50-60通电话，平均40分钟以上。孙时俊，我很好奇，你连接宝宝的视频都没有空，怎么有空出轨的？消费记录一笔笔晒出来的时候，婆婆的脸都黑了。她这辈子特别抠搜，恨不得1分钱掰2半儿存起来。丈夫因病早逝，医药费直到孙时俊大学毕业才还清。他没有固定工作，如今也没有退休金。我知道他总是偷偷在家用里给自己攒一点，甚至还想把我的嫁妆一点点抠过去。现在知道自己儿子给外面的女人买条裙子都2-3千块，不知作何感想。我们现在住的是2手房，我和孙时俊一起没日没夜加班存够首付买的一套老破小。在这房子里，一家4口挤了3-4年，直到去年才又给婆婆买了一套，想让她留着养老。她口口声声让我体恤的人，每个月是这样在外面撒钱的。童月然，你才20多岁，你图他什么呢？孙时月愕然地抬头朝他看去，怎么是他？早10年你看上他我还能理解，那会他风华正茂，还特别会看人眼色。我滔滔不绝地说，原本有些微微颤抖的手都不觉得冰冷了。孙时俊是有过让人流连忘返的青春的，他俊朗风趣，懂得照顾人的情绪，因为他太会看眼色。他第一次去我家，没什么钱，只买了2兜子水果，却从进门那一刻起，忙里忙外地把家里所有的活干了一遍。我妈对他印象很好，说他是个眼里有活的人，和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只是在婚姻生活的10年里，他却绝不是这样的。他没洗过一个碗，油壶倒了都不知道扶起来，回家脱了脏衣服脏袜子，就如一滩烂泥般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他总说自己工作累，心累，那些勾心斗角让他疲惫不堪。可谁不是这样呢？有了孩子，他只说压力更大了，却看不到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他作为父亲这个角色的缺失。不哭不闹的时候抱一下罢了。这个人在跟我结婚的时候承诺过要给我一个幸福的家，结果却在我丧偶式带娃的过程中潇潇洒洒地和别的女人滚到了一起。我看向婆婆，她重重地喘气着，捶胸顿足，已经跌坐在了地上。再环顾四周，20多桌宾客里有孙时俊的同事朋友。我想我也许是最后一个知道这段荒唐事的，但既然戏已经开场，倒不如把孙家最后的一点遮羞布也揭开算了。我看一眼台下一脸忠厚老实的新郎官江童，又把目光转向憋着一脸委屈的孙时月。那件雪白的婚纱穿在他身上也遮不住微隆的腹部。他此时或许猜到我要说什么了，又惊又惧地连连摇头。可我的话已经出口了，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对新人是双喜临门吧？只可惜孩子不是新郎官的。他刁蛮任性，要来的婚礼有多盛大，如今就有多狼狈。我承认我报复心在这一天里达到了顶峰。如此痛苦的一天，既然同为孙家人，
那大家都别好过。孙时月哭得撕心裂肺的，也留不住铁青着脸愤然离席的江童。凭什么他玩够了就要伪装起来找个老实人托底呢？这世上的老实人也不每个都运气那么差。现场一片混乱，等我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挣脱开婆婆的撕扯，童月然已经悄悄溜了。孙时俊红着眼咬着牙朝我直直冲过来，我毫不客气地狠狠一巴掌扇了上去。他当下愣在原地，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笑话，每天抱着几十斤的孩子，我这一巴掌的力气还是有的，手火辣辣的疼。我冷着脸看他，证据我都存了，你老老实实的回去给我说清楚，兴许我还可以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谅你。他闷闷的不作声，站在原地不动。我懒得再说，径直出门上车。刚发动车子，他拉开车门坐了进来。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开门到家，我换鞋，他突然扑通跪在了地上。孙时俊哭得鼻涕眼泪横流，嘴里不停地求我原谅。他发誓诅咒地说自己错了，刚刚一路上都在后悔。我懒得听，却还得装下去。手机暗中开了录音，我佯装镇定地走到餐桌前坐下。原谅可以，我们把事情都说清楚，你也不想我以后几十年心里有疙瘩。他沉默了片刻，走过来坐在我对面。第一件事当然是算账单，把钱要回来。我拿他的手机直接拨过去，童月然第一时间接了。我是孙时俊的老婆，他给你的花的钱一分一毫我都会算清楚，一会发给你。下午5点前转过来。他只回了一个字好，挂断了。调账单，看他的网银流水，前前后后算下来9万8。我让他自己发语音过去，他默默地按下语音，声音都带些颤抖。9万8。5点之前转过来。放下电话，他整个人像是力气都被抽走了，瘫软地坐在那。接下来我开始复盘他这1年多来的行踪，问他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他说前几年就加了微信，只是没怎么联系过。去年他找工作，主动问他才开始见面。行程听得越细致，我越想去厨房拿刀。我带儿子去外地看病，他偷偷去找他；我去外地出差，他偷偷去找他。连我们吵架，我气得回娘家才1晚，他也迫不及待地约他去酒店。通话详单上的时间更是诛心。给我打完电话，立刻就给他打了过去。他惴惴不安地说完，小心翼翼地抬头看我的眼色。媳妇，就这么多了，我以后跟他断干净，你能原谅我吗？滴滴，短信提示，他把钱转过来了。我没做声，二话没有，直接转我卡里。原谅，我笑了。孙时俊，如果今天是我出轨，你会原谅我吗？我当着他的面再一次拨通了童月然的电话，这一次他不接，我继续打，直到他接起来，没好气地反问我，你到底还想怎么样？我都让他气笑了。你们俩平时都是这么分享碎碎念念的，说来听听。我洗耳恭听。童月然粗重地喘息着，一声不吭。孙时俊大气都不敢出，垂着头在一旁蹲着。你说你找他有什么意思呢？喜欢他的啤酒肚还是时间短？他一不算有钱，二不算帅，你是没人要了，还是就爱捡垃圾？连别人睡了10年的你都不嫌弃，他现在蹲在这求我原谅。我这么说，他连一句话都不敢反驳。你说你要他做什么呢？我挂了电话，想想还是不解气。童月然知道他已婚，还和他厮混在一起，确实可耻。可自己的枕边人难道不是更贱的那个？我拿出纸笔扔到他面前，他慌乱地看着我，媳妇，求求你原谅我一次，宁愿相信猫不偷腥。
都不可能相信一个出轨的男人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少废话，协议离婚。如果你不想闹到法院的话。他整个人彻底瘫在地上了，好半晌才爬起来，认命地拿起纸笔开始写：房子、车子、孩子归我，他每个月拿1万抚养费，另外再补偿30万精神损失费给我。这几乎是他账户里全部的存款，净身出户。这是他背叛10年婚姻的代价。弄完这些东西，差不多下午6点，我算算时间。从邻居拍那张罚单照片给我，不到36小时，我走到了这一步。接下来是提交协议，申请办理离婚手续。我把他的衣物收拾好，直接扔到了楼道里，当天就换了门锁。婆婆和孙时月当然不肯善罢甘休，跑来闹腾了几趟。我索性直接给孙世俊打电话，让他自己来解决。你如果不想，我去电台，去你们公司告诉每个人你是如何出轨的，就自己解决你妈妈和妹妹的问题。他在这点上终于有用了一次，可是在离婚问题上，他可能回过神来了，绞尽脑汁的想要挽回，跑去我父母那里，跪在地上哭着求谅解，被我爸妈用拐棍一路撵到了院子外面。孙时月就闹得更欢了，他跟我们相熟的朋友们说我霸占了他家的房子，现在他和年迈的母亲没地方住，连婚事都被我搅黄了。我没多解释，这世上瞎眼的人不多，他还没本事把白的说成黑的。倒是许多参加了婚宴的亲戚，原本不怎么走动的，都在安慰我，微信、语音甚至电话打开都是提醒我的，一天没拿到离婚证就不能松懈。有个在离婚问题上吃亏的姐姐，干脆直白地告诉我，她当时也有类似的遭遇，本来很理性地处理到了离婚环节，结果在最后关头架不住前夫软磨硬泡，在关键时刻松了口，闹到现在争财产，焦头烂额。前夫死活不承认出轨，他只能到处搜集证据，我一一记下要点，避免自己忙中出错。婚礼之后，江彤给我打了电话，我盛怒之下搅和了他的婚事，多少有些过意不去，他却语气平静，听上去还有几分释然。虽然场面尴尬了点，但是还是要谢谢姐姐。他以前都跟着孙时月一起叫我嫂嫂，现在改口了。他说认识几个离婚官司经验丰富的律师，如果我需要咨询他，随时愿意帮忙。虽然没能成为一家人，但也希望姐姐顺顺利利，早日从这段狗血的婚姻里解脱出来。我本以为要等1个月，结果先等不及的人是婆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了他2个孩子的狗血作为，他比孙时俊还要脸面，眼看这事闹得连儿子的工作都受了影响，他终于坐不住了。他来找我爸妈，让他们劝我趁着孙时俊现在理亏还有亏欠之心，直接去法院立案。我咨询了律师，确实省事很多，很快就进入了诉调程序。因为双方都同意离婚，抚养权和财产分割也都谈拢，法院出具了调解协议，很快也出了调解书。于是我在最短时间内终于摆脱了这段狗血的婚姻。拿到调解书的那天，我和孙时俊相视而立，不过几天而已。他看上去格外憔悴，似乎一下子老了几岁。他嗫嚅着，不敢看我。淼淼，我真的是有心要和你过一辈子的。我笑了，走到这一步，就别想靠几句话挽回面子了。你的一辈子在我这一文不值。我知道他现在焦头烂额，童月然的父亲知道了这事，气得住进了医院。看上去清纯可人的小姑娘可没那么好摆脱，天天去公司里堵他已经被公司劝退了，1分钱补偿都没给。
他还想着要去走劳动仲裁。他的同事、朋友们毫不避讳地笑话他，当然不全是正义的使者，也有一丘之貉，嘲弄他偷吃都不知道把嘴擦干净。孙时月躲在家里不出门，邻居们指指点点的话让他哭了好几次。他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除了每天在家里撒泼砸东西，他也找不到别的发泄渠道。我早把他拉黑了。那个帮他收拾烂摊子的嫂嫂终于跟他没有半点关系。1个月后，我在电梯里遇到邻居，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跟我说，他其实发错了照片，车只是跟我们家一个型号，却不是我们家的，那只是个误会，没想到弄成了这样。我抱着孩子笑呵呵的，该好好谢谢你，这个误会冥冥中帮了我大忙。我请他周末一起吃火锅，正好我升职了，美好的生活该有个更好的开始。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